為了讓別人滿意，我們忍讓、妥協、犧牲、討好；為了不被誤解，我們克制、偽裝、不敢表達。最後卻發現，討好帶來的不是喜歡，而是更挑剔的眼光，更輕易的否定。你越在意別人怎麼看你，你就越痛苦。如果你正在經歷這一些呢，那麼咱們今天就可以一起來讀一讀《The Let Them Theory》這本書。它提出了一個核心的觀點：我們大部分的痛苦都來自於想要控制那些我們無法控制的人和事兒。那該怎麼辦呢？很簡單 ，Let them 隨他去，不要在無法掌控的人和事兒上浪費力氣，把能量拿回來，投在你能掌控的事兒上，把自己的人生過好。這個觀點呢，風靡了北美啊，聽起來確實有點雞湯，但是呢，卻是作者 Mel Robbins 用他的人生坎坷換來的頓悟啊。這本書的作者做過刑事辯護律師、廣告商務，41歲時卻遭遇全面崩盤。她中年失業，丈夫開的餐廳慘敗，負債80萬美金，全家幾乎破產。她酗酒、焦慮、沮喪到連床都爬不起來。直到有一天，她對自己說：“再這樣下去可不行啊！光焦慮沒用，你必須行動。5秒鐘，你給我起來！”於是呢，他努力振作起來，一步一步解決人生危機。他的朋友聽說了他的事兒啊，還邀請他做勵志分享。直到5年後，46歲，終於有人願意付費請他演講了。50歲，他成立了媒體公司。54歲，他的播客火遍了全球。13年的時間，他靠什麼走出中年低谷、逆風翻盤？正是平穩的心態，做好自己，接受你不能控制的人和事兒。這本書還沒有中文版，我讀完了英文原版。我特別想和你分享書裡最有啟發、最能幫你減少內耗的4個心法，讓你活在舒適的人際關係中，更自由、更幸福。1. 允許別人不喜歡你。我們的人生裡最無意義、最傷人的內耗，就是試圖控制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害怕別人說我們壞話，否定我們，看不起我們。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無論我們怎麼努力討好別人，總會有人不喜歡你。不管你怎麼做，討厭你的人還是討厭你。你願意就這樣活在別人的眼光裡，把人生交給別人嗎？正如書裡所說 ，The truth is, people will have negative opinions about you,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you can do to change this fact. When you allow your fear of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to stop you from doing what you want to do, you become a prisoner to other people's opinions. 只要你做的事兒是堂堂正正、問心無愧的，別人怎麼看，隨他去。這一點呢，我非常贊同。跟大家分享一件我10年前上大學的時候經歷的有趣的事兒。有一天同學告訴我，某某男生說非常討厭你，我當時就愣住了，我都不認識他，他怎麼會討厭我呢？後來才知道原因啊，因為自從我和他都選了同一個教授的課，所以只要我上課一開口說話，教授和我討論的時間就變多了。他覺得自己最優秀學生的地位被動搖了。嗨，我還以為我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兒呢。上課不就是要提問的嗎？大家都有同樣的機會舉手提問呢，隨他去。但有意思的是啊，我還是做我自己，但是這個男生的行為卻發生了改變。原來是臨近期末，教授布置了小組項目作業，是要做那種演講報告的。那這個男生立刻就跑來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組，因為呢，他想拿全班的最高分。從那以後呢，我就再也沒有聽過他對我有任何的負面評價。你看，我還是我，但是他的需求變了，他的行為和態度也就變了。那一刻讓我明白啊，很多時候別人對你的看法常常是他們自己的心理需求的投射，跟你本質上是什麼樣的人沒什麼關係。所以你不要往心裡去，他人的看法並不會左右你的人生。正如這本書裡所說的 ，Other people hold no real power over you unless you give it to them。那如果否定你的人是你的至親呢？ Mel Robbins 親身經歷過，他是怎麼做的呢？早在30年前 Mel 準備結婚的時候，他的母親極力反對，一口咬定他的未婚夫不行不好。Mel 很不理解，長得也挺帥的，事業也不錯，愛情長跑這麼多年，人也很忠誠，到底哪裡不好呢？直到30年後的今天 Mel 的母親終於說出了真正的動機。其實她對女婿是很滿意的，只是當年投射了自己的焦慮不安，那就是不希望他遠嫁。為什麼？因為 Mel 的母親自己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未婚先孕了，不被婆家待見，還要遠嫁跨州，做家庭主婦帶孩子特別辛苦。她害怕女兒重複自己的痛苦的路，於是呢，把自己的創傷投射在了女兒身上。
人到中年 ，Mel 也和母親和解了。母親從他自己的角度出發也沒錯，只是他眼中的為孩子好和孩子想要的不太一樣。這本書建議，當你的家人不理解你的選擇的時候，你不要和他們爭對錯、爭輸贏，隨他們去，誰都沒有錯，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你允許他們做他們自己，也允許自己忠於自己。爭吵只會帶來更深的誤解，而時間會帶來理解。所以這本書在反覆強調，允許別人不喜歡你，別人有他們的立場、經歷、需求、情緒，你也有你自己的人生要過啊。你不需要反駁、解釋、自證，也不需要讓所有人都滿意，你只需要記住，別人怎麼想是他們的事兒，你怎麼活是你的事兒。2，你嫉妒的人其實在替你照亮前路。看到別人升職、別人變美、別人進步，我們都會很自然地冒出酸酸的情緒。為什麼不是我呢？憑什麼是他？比較很正常，關鍵是你是為此墮落還是為此成長。你越是嫉妒一個人，就說明你也能和他一樣厲害。為什麼呢？一般來說，我們不會嫉妒馬雲，也不會嫉妒馬斯克，因為他們離我們太遠了，我們都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真正刺痛我們的是跟我們圈層差不多的人，我們都有類似的家庭、類似的小區、類似的學校背景、類似的環境，他們做到的事情，其實我們也能做到，只不過我們一直沒行動。Mel 強調，嫉妒不是你對他人的憤怒，而是對自己不作為的憤怒。書裡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故事， Mel 有一個朋友叫做 Molly， 是一名非常優秀的室內設計師，他想推廣自己的品牌，於是就問 Mel 怎麼做。Mel 說，在網上多發你的作品，最好每天都發。結果 Molly 好幾年都沒有行動，直到有一天他刷手機，發現自己小區裡一個能力根本不如他的設計師天天在發作品，持續更新，粉絲都漲了幾十萬了。 Molly 氣哭了，但他真的是因為對方而生氣嗎？其實是對自己的不行動的悔恨啊。因此，如果你身邊的人很有成就 ，let them， 允許他們成功，為他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是你最好的老師和引路人，他們讓你覺醒，讓你看到其實你也可以。書裡寫道， Other people have this beautiful capacity to show you pieces of your future that you cannot fully see for yourself yet. They show you possibilities that you didn't realize existed or told yourself you are incapable of achieving. 你人生當中追求的90%的目標，其實靠點自律、堅持和耐心都能實現。那些你嫉妒的做成的人，並不是什麼天賦異稟之人，水平也沒比你高多少，只是他們堅持做了。就像這本書裡說的 ，The truth is, you don't have to be special. You just have to be what most people aren't. Consistent, determined, and willing to work for it. 所以你看到身邊水平不如你，但是卻獲得了比你高成就的人，別生氣，你應該感到特別開心，說明這事兒不難。你要是稍微努力一下，也有極大的概率做到，而且做得更好。3，別拯救別人。在人際關係裡，我們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就是試圖改造和拯救別人。比方說，家人肥胖嚴重，你勸他運動減肥，他成天躺在沙發上吃薯片。再比方說，家裡的長輩明明剛做完肺癌手術，不該抽菸，他轉頭就抽上幾十包，你越勸他就越反感。Mel 建議隨他們去，成年人只會在他們願意改變的時候改變，否則你怎麼施加壓力都沒用，反而你是那個最痛苦的人。而且你越拯救一個人，他只會越沉下去。為什麼呢？首先，人的本性是逃避痛苦、追求享樂的。要是每個人都很自律、充滿幹勁兒，那麼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是8塊腹肌的學霸、高成就人士了，對不對？第二點，人天生喜歡掌控感，非常討厭你指責他錯了。你越說他，他就越覺得你在否定我，你覺得你比我厲害是吧？我才不要被你控制呢。於是他就會用一種更強烈的方式來反抗你。你讓胖子運動，他偏躺着；你讓煙袋子戒煙，他反而抽得更兇了。不是因為他不懂這些道理，而是因為他想保有自己的掌控權，哪怕是通過自我毀滅來證明。所以呢，勸、逼、罵、提醒、盯都是改變別人最無效的方式。那該怎麼辦呢？別硬勸，而是在遠處悄悄地影響。人不是喜歡掌控感嗎？你就讓他覺得這個改變是他自己做出來的，自己決定的。這本書提出了 ABC 法則。
Apologize and ask， 道歉與提問，先退一步道歉，說我之前的方式不太對，太用力了。然後呢，用提問替代命令，你希望自己的健康狀態是什麼樣的？你覺得現在的生活最困擾你的是什麼？你希望1年後自己變成什麼樣呢？一定要問中性溫和的問題，讓對方放下防禦心理。Back off and observe behavior， 後退觀察，不要期望對方立刻就行動改變。人的內在動力只有來自於他自己，你要做的就是給他空間，不要施加壓力。Celebrate and continue modeling change， 慶祝與持續的示範改變。只要他有一點點進步啊，你就要強化他。哇，你這週少喝了2次奶茶，少喝了2次可樂，好棒棒哦！你今天散步了20分鐘，很難得誒。而你自己呢，也要成為一個持續改變的榜樣。你想讓家人減肥，你就得自己每天運動；你想讓孩子多讀書，那你自己總不能總是打麻將、刷短劇吧？所以行動比說教更有力量。但是如果對方一直不改變，一次次跳入同樣的坑呢，那你更不能拯救了，這只會讓他們永遠學不會自我負責。你們的家族裡有沒有這樣同款的親戚？由於是家裡稀有的男孩呢，從小到大被寵着，可惜呢，他們從年輕的時候就整天吃喝嫖賭，還欠下了一身債。但因為家人心疼他，總是幫他替他還債，替他湊錢結婚，替他買房，沒錢了就繼續貼補，希望這樣的付出可以換來浪子回頭。到了中年，這位親戚仍然不改，他不僅沒有收入，每天醉醺醺的，夜不歸宿，甚至動不動打罵老婆和孩子。老婆實在忍不了了，只好帶着孩子離婚了。可是他還是繼續的賭錢、欠債，到處跟親戚朋友借錢，從來不還。直到老人去世了，這位中年的親戚都還沒有長大，因為他從來沒有學會過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所以啊，不要想着拯救別人。書裡說 ，The more you try to rescue someone from their problems, the more likely they will continue to drown in them. Allowing someone to face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healing. The fact is, adults only get better when they are ready to do the work. 因此呢，真正的愛不是替他的人生買單，不是慣着他逃避問題，而是讓他學會承擔人生的重擔，為自己負責。4. 親密關係是鏡子，你越了解自己，越不會愛錯人。在親密關係裡，我們其實最容易掉進的誤區，就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對方身上。他為什麼要這樣啊？他能不能改一改啊？我怎樣才能讓他更愛我呢？但是 Mel Robbins 說，親密關係的意義從來不是改變別人，而是讓你更清楚地找到自己。書裡提到了美國年輕人的戀愛困境，關係發生得快，但是承諾來得慢。很多人是先肢體關係親密，再來確定要不要確定長期的情侶關係，結果就是一方深深的投入，另一方一直不清不楚，今天熱情，明天冷淡，明明說喜歡你，卻不願正式在一起，一次次玩消失，同時和好幾個人拍拖。你問他我們的關係發展到哪兒了，他卻避而不答。所以 Mel 的建議是，你不用猜，也不用施加壓力，就讓他們大大方方做自己，這樣呢，人性最真實的一面才會暴露出來。他總是玩消失不理你，隨他去；他對你的需求毫無回應，隨他去；他不願承諾，隨他去。當你放下改變對方的執念，你就會看清一切。人的行為比語言更能說明一切。此時問題已經不在於對方了，而是回到你自己。你願意接受這樣的關係嗎？你願意長期處在現在這樣的狀態之中嗎？如果你能接受，那麼就繼續；如果你不能，果斷一點，說再見。你在錯誤的人身上浪費越多的時間，就會離對的人越遠。如果你戀愛總是出現同樣的痛苦問題，你就要警惕了。你總是被冷暴力，你總是被劈腿，你總是愛上那些你需要拯救的人，你總是擔心對方會拋棄你，你總是在一段關係裡失去自己，這就說明這段關係揭開了你內心的一些創傷。人總是會無意識地重複以前走過的路，你沒有解決的創傷會決定你愛上什麼樣的人。想要打破不健康的親密關係，你就要先看到自己，治癒自己。怎麼治癒呢？有些人會把對象當作人生的解藥啊，覺得只要找到對的人，我就不孤獨了，我就不痛苦了，只要有伴侶，我的生活就完整了。但是親密關係不是這樣運作的。這本書裡強調，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對象，更不可能靠別人來替你解決人生的課題。你該背負的人生重擔，最終還是要靠自己來面對。我覺得這就很像人身上的大多數疾病，藥物只能緩解一點症狀，能不能康復，還是要靠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人生課題也是一樣的。
我非常喜歡書裡寫的這樣一段話 When you are an adult, your life, happiness, health, healing, social life, friendships, boundaries, needs, and success are all your responsibility. If you've been secretly hoping someone else will come and rescue you, fix your problems, pay your bills, create a social life, heal your wounds, change into your dream partner, and motivate you to be your bes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It's time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happiness, your dreams, and your life. 這本書強調，親密對象沒辦法替你治癒啊，但是對方是一面很好的鏡子，能讓你看到自己的心理模式，看見你在關係裡害怕什麼、渴望什麼、重複着什麼，了解清楚自己，才能找到匹配的人。當你找到了合適的人，親密關係的課題並不會結束，你們倆之間會存在很多問題，而且會反覆出現，而且基本上沒法解決。這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 John Gottman 研究了40年的婚姻得出的重要結論。他發現親密關係中69%的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的，不是你努力不夠，而是性格差異、背景差異、理念差異本身就沒有終極的正確答案。所以 Gottman 認為呢，維持長期親密關係的核心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你能不能接受對方本來的樣子。所以確定長期關係之前，你就要讓對方做自己，而且問你自己啊，接下來的人生，這個人就是現在真實的本來的樣子，你能不能接受？這個時候，可能有的人就想逃跑了，要不要再換幾個對象，再離幾次婚，會不會遇到更合適的，遇到更完美的人呢？ Mel 的回答很現實，無論你找誰，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問題。There's no perfect person. Everyone has past issues. Everyone has baggage. And the older you get, the more baggage you have. 讀到這裡呢，就讓我想起了我之前讀過的一篇研究，人結婚之後的2年之內，幸福水平會回到你結婚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說，本來就幸福的人，他無論結婚還是單身，他都很幸福。而本身如果特別痛苦的人，那麼結婚也不會讓他擺脫痛苦。所以人的幸福最終還是跟自己內心的努力有關。所以讓你的對象做自己，讓親密關係呈現出真相，再做出忠於自己的選擇。說到底呢，這本書是教你如何活出自己，允許別人討厭你，允許嫉妒的存在，別拯救別人，允許你的愛人做自己，那麼你的人生會舒坦自由。畢竟你真正能掌控的只有你自己，把注意力放在你真正能做、該做、想做的事情上，專注於你自己的人生目標，隨他們去吧，活出自己。這本書目前還沒有出中文版，但是英文原版挺簡單的，你有大學4級左右的詞彙量就能讀懂大部分的內容。它的書寫風格非常口語化，甚至有點絮絮叨叨的，就像聽一個大媽在菜市場跟你聊天，或者有點像播客。其實它非常適合學一些日常的八卦的聊人際關係的表達。如果你困在人際關係裡，又想提高英文的口語水平，其實可以讀一讀這本書。好啦，希望這個講述視頻可以給你帶來啟發。我是愛讀英文原版書的夏冰雹，咱們下次再見，拜。